这样的恐怖场景相当震撼。幸运的是，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。山洪来临，甚至连桥都被卷走。地球每一天都在不停的运动，经常会造成一些可怕的自然灾害。让我们来看10个被记录下来的极端恐怖时刻。当挪威的一个小伙子正在家里做饭时，他听到了屋子外嘈杂的声音，所以他拿着手机出门一探究竟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喜马偕尔邦位于印度西北部，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，是近700万人的家园。但在2021年，这里发生了恐怖的山洪，山洪咆哮，几乎摧毁了沿途的一切，可见它的力量之大。接下来被记录下来的几段视频将可以体验它的强大之处。造成这样事件的原因还是来自连续的大暴雨，自然的力量相当令人敬畏。2022年，菲奥娜飓风袭击了波多黎各，造成超过46万用户断电。但这还没完，因为飓风给乌团阿尔多镇带来了大暴雨，并将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内涝。瓜尼卡河水暴涨，造成了下游的桥梁直接被阻塞在桥底的污物冲垮。人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桥梁被冲垮了，毫无拯救的办法。这座桥在2017年才刚刚建成，但现在看来，它的使用寿命也太短了。龙卷风似乎是美国的特产，但是除了美国之外，很多地方也盛产龙卷风。2019年8月，阿姆斯特丹一个普通的星期五，由于天空乌云密布，一男子想要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里。一场大雨持续了几天，这样肯定会带来一些可怕的后果。虽然这里没有发生水灾或泥石流，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同样恐怖。视频显示了一口古井就在拍摄者的面前消失了，它仿佛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。当时的水相当浑浊，但幸运的是，拍摄视频的阿三并没有被吞噬。唐山位于河北省东部，是一座重工业城市，炼钢以及煤矿业发展相当不错。2022年5月16日，唐山市迁西县的居民见证了一个可怕的现象。浓黑的旋风拔地而起，让人惊恐不已。于是网上开始盛传，唐山出现了巨型龙卷风。迁西县气象局工作人员表示，这一次出现在唐山的是一种名叫尘卷风的现象。虽然名字和龙卷风有点像，但二者并不一样。
2023年初，加州旧金山以南约50公里的圣马特奥县发生了超量的降水情况，连续几天的狂风暴雨使这里变得不堪重负。当地消防忙碌了一整天，在接到了一个关于道路塌陷的电话后，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，但现场远比他们想象的糟糕得多。虽然后果很严重，但就现场的状况来看，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也算不幸中的万幸。哈里亚纳邦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，1966年11月1日从旁遮普邦分出成立。这里属半干燥季风气候类型，寒暑变化剧烈，年降水量大部分在500毫米上下，天气变化多端。2021年7月，这里的一个小社区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。当时这样的场景把人们惊呆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因为在一个湖泊中心，里面的水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一样，然后中间的泥土突然膨胀了起来，场面恐怖。这会是地陷吗？专家认为是不良的耕种习惯造成的。印度尼西亚处于太平洋火山环带，这是一个地质非常活跃的区域，极易遭到地震和火山爆发的影响。2022年2月25号，在这里就发生了一场6.1级的地震。当时地震袭击的西苏门答腊岛地表以下约3000米的地方，受损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塔拉克山附近的3个村庄。祸不单行，这里还爆发了可怕的洪水和泥石流。这样的恐怖场景被一个村民用手机记录了下来，山洪夹杂着很多脏东西一卷而下，场面堪比小型海啸。在上游暴雨已经持续了几天，冲走了大量的房屋与建筑。车里亚宾斯克成立于1934年1月17日，位于乌拉尔地区以南，北部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相邻，东部和东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，属于俄罗斯乌拉尔联邦管区。2013年，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出现了一颗人造卫星将近3倍速度的陨石。如果这颗陨石坠落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中，将带来严重的后果。而庆幸的是，它并没有成功坠落在地，而是距离地面大概90公里的空中就发生了爆炸。它的威力大概相当于30个投射在广岛的原子弹，所引起的冲击波造成了大量建筑损毁，1200多人受伤，损失了大概2亿元人民币。对于它为什么会在空中解体有很多的争议，其中最被认准的就是，这是我们人类被圈养的证据，有更高等级的生物及时出手，把它拦截了。这些恐怖的自然灾害你经历过吗？最害怕什么样的灾害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